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巴菲特抛售苹果股票，导致苹果在主要股指中的权重有望完全释放。由于被动基金跟踪这些股指，预计将在下次再平衡时购买高达400亿美元的苹果股票，这可能会对其他公司的股价产生负面影响。接下来，泰勒·斯威夫特在奥地利的演唱会因恐怖袭击计划而取消，导致保险商面临数百万美元的索赔，多家保险公司将分摊损失。而斯威夫特很少取消演唱会的记录使他备受保险商青睐。让我们关注受消费者放弃有线电视和关注流媒体的影响，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环球公司大幅减记其有线业务价值，这些公司面临削减成本和重组的压力，投资者对该行业的前景持怀疑态度。接下来这条，思科将进行第2轮裁员，主要集中于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高增长领域，受影响人数与2月份的4000人类似或略多，将于本周3公布第4季度业绩时宣布。让我们关注周五美股午后上涨，华尔街试图以高涨的态势结束动荡的一周，标普500指数上涨 0.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2%， 约100点。下面这条， Stellantis 计划裁撤底特律郊外卡车工厂的2450名工会工人，并将新版 Tradesman 生产转移到另一个工厂。高级工会雇员将获得52周的额外失业救济金和过渡援助。让我们关注英伟达股票本周持续下跌近 2%， 因投资者仍在消化过去几周备受关注的行业面临的挑战。然而，华尔街分析师对英伟达的长期前景仍充满信心。目前该股较上月已下跌约 20%， 较创纪录的收盘高点下跌逾 25%。 让我们关注Meta 胜诉儿童健康防御组织的上诉，该组织声称 Meta 对疫苗帖子的审查违反了其言论自由。法院认定 Meta 是私人公司，有权在其平台上推广其观点，即使该观点与政府一致。下一条，派拉蒙环球旗下的 CBS 体育将制作2场将在今年圣诞节在 Netflix 上播出的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比赛。下一条，斯泰兰蒂斯裁员至多2450名底特律沃伦卡车装配厂工人，因停止生产 Ram 1500 Classic 卡车。接下来，美股周五收高，弥补了周一的大幅下跌，以强劲收尾。标普500指数上涨近 0.5%，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1%， 或约50点。尽管本周是2024年波动最大的一周，但主要股指收盘接近本周开始时的水平。下面这条，英伟达 NVDA 股价上周五收跌 2%， 自今年以来一直在承受挑战，但华尔街分析师仍对英伟达的长期前景充满信心。该公司过去1个月已下跌约 20%， 较历史最高收盘价下跌超过 25%。 接下来这条， RTR 加密货币在上市不足1天内经历了大幅涨跌，因其来源引发混乱。该代币与特朗普家族联系后暴涨，但被澄清是假币后暴跌 80%。 接下来，麦当劳价值定位下降，正面临多个挑战，包括消费者健康饮食偏好、竞争对手崛起和餐饮成本上升。最后一条是，民主党参议员要求摩根大通重新考虑对8000万零售客户征收新费用，包括可能对数千万个支票账户费用上调。他们对摩根大通考虑提高支票账户费用以弥补透支费上限损失的计划表示担忧。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